富豪枪手微笑袭击，19小时35人遇害，18人受伤，造就了历史上最大的枪击案。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点击小铃铛订阅，以免错过每周奇案。片尾彩蛋有推理谜题，你能解答吗？答案下期公布，记得看到最后哦。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96年故事的开始。对于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附近的店主来说，晴朗的天气通常意味着人潮涌动与数不尽的生意。亚瑟港曾是澳大利亚最残酷的刑罚执行的地方之一，如今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旅游景点。1996年4月28日星期天下午1点，就有500多名游客来到了亚瑟港，尽情游览这里的众多景点。下午1点30分，扩建咖啡馆在午餐时间繁忙之后，节奏有所放缓，但仍有至少60人在用餐或在逛礼品店。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金发年轻人走进咖啡馆并点了餐，但他们都记得他坐在阳台上吃午餐时说的话：今天有很多黄蜂。几分钟后，他又说了一句：日本游客太少。他吃完饭，拿起行李回到咖啡厅，他走向房间的后面，把一个长长的蓝色运动包放到一张空桌子上，并在旁边放了一台摄像机。他盯着邻桌的一群用餐者看了几分钟，然后把目光转向坐在他附近的一对亚洲夫妇。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时，他拉开了大包的拉链，拿出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朝亚籍男子的脖子开了一枪，当场将其击毙。他将步枪从臀部抡起，指向该男子的女伴，一枪打穿了他的头部。他把目光转向旁边的人，把步枪举到肩上，朝米克·萨金特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他的头皮，把他打倒在地。米克还没来得及大声警告，枪手又开了第4枪，击中了米克女友的后脑上。在短短几秒内，这名年轻人就夺走了3名受害者的生命。接下来，年轻人开始继续扫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枪烟味，无助的受害者四处躲避。房间最前面的一个人勇敢地站起来，大声呵斥，却被一颗子弹射穿了脖子，不治身亡。男子们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家人时被杀害。一名男子被一颗穿过前一名受害者身体的子弹击中，头部受了重伤，有些人当场死亡，有的人因伤口流血而躺在地上。年轻人慢慢走向咖啡馆前门，有条不紊地左右扫射。惊恐的人群争相逃跑，15秒后共有20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离开宽建咖啡馆后，年轻人走到停车场，这里大概有100多人。年轻人开始对停车场的人群射击，几名游客倒下，其他人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尖叫着跑开。Stay inside. I'm pretty sure someone got a gun. Like, if you're bloody positive of it. There's somebody going crazy shooting people here. 年轻人走向停在附近的一辆旅游巴士，向司机和3名乘客开枪。几名等待上车的旅客因为听到了枪声，爬到车下躲避。但不幸的是，枪手看到了他们，并冷静地蹲下，慢慢地向他们开了枪。然后枪手不慌不忙地走回了自己的车，一辆黄色的沃尔沃轿车，车顶上绑着一块冲浪板。枪手随后沿着公路行驶了一会儿，来到一名年轻妇女和她的2个孩子正在路边散步的地方。停车后，他迅速地开了2枪，杀害了这名妇女和她怀中的孩子。另外一名孩子跑到一棵树后躲避，枪手紧随其后，并向他开了枪。做完这些，他回到车上，朝着入口大门处开了过去。他向停在门口的一辆宝马车连开了3枪，车上的3名男性乘客全部死亡。枪手把遗骸从车里拖出后，把枪支转移到宝马车上，然后驾车离开。开了没多远，枪手看到一对夫妇坐在一辆白色丰田车里，便停在他们身边。他走到车旁，命令男子下车。男子恳求枪手不要开枪，但枪手没有理会他，而是命令男子爬进宝马车敞开的后备箱里。随后，枪手关上后备箱盖，回到车前，朝白色丰田车开了2枪。年轻女子当场死亡，男子仍被锁在后备箱中。枪手开上宝马车，向当地的一家名为海景别墅的酒店飞奔而去。致命枪手的最后一章最终将在这里上演。枪手将车停在海景别墅入口，并下了车。他看到一辆车驶来，于是开枪射击。
但子弹打偏了，他又向下一辆吉普车开了2枪，其中1枪打中了引擎盖，另1枪打碎了挡风玻璃。随后，枪手开始了第2轮射击，子弹击中了侧窗，车内人员被玻璃击中，女司机的前臂被击中。男乘客意识到司机被击中，俯身试图将车开到安全地带，但由于油门线被其中一颗子弹切断，他们只能停在路旁。几秒钟后，一辆载有2对已婚夫妇的福特轿车驶来，枪手打穿了挡风玻璃，也打伤了司机。福特车司机因伤口流了很多血，但他仍然向吉普车停靠的地方驶去，救下了车上的人，然后加速驶向了路边的另一家旅店。福特车开走后，枪手走回宝马车旁，将车开到了别墅前，停了下来，然后他从车上取下枪支，再将后备箱中的男子拉了出来。枪手将他带入屋内，用手铐将他铐在楼梯扶手上，然后返回宝马车，在车上浇满了汽油并点燃。亚瑟感枪击案发生后仅几分钟，第一批警察就被传唤到现场。听到紧急无线电呼叫后，2名年轻的警官保罗·西兰和加里·惠特尔迅速驱车赶往现场。当西兰警员接近海景别墅时，他看到路边受损的车辆，于是停车进行调查。当看到停在别墅前的汽车冒出滚滚浓烟时，他驱车返回高速公路设置路障。此时警员惠特尔已经赶到，他也将车停到了入口另一侧的公路对面，以封锁该区域。在2名警察赶到后不久，宝马车爆炸了，他们急忙躲避。当他们把车开到更安全的位置时，别墅里的枪手向他们的方向开了枪。2个警察一直坚守阵地，直到天黑后不久，特别行动小组成员赶到。当他们准备从别墅周围包抄时，更多的子弹从别墅内射出。由于无线电信号不佳，警方几乎无法确认彼此的位置，这让行动变得更为艰难。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有关枪手的信息也开始逐渐浮出了水面。枪手名叫马丁·布莱恩特，28岁，是霍巴特郊区新镇的居民。据描述，马丁身材高大，有着金色的长发，皮肤苍白，是白化病患者，而且有点迟钝。但接下来的消息让警察紧张了起来。除了已知马丁携带的 AR-15和 FN 半自动步枪外，他还很可能获得海景别墅主人大卫和莎莉·马丁的几支枪支，因为马丁可能获得更多的武器，并至少3名人质在别墅内。同时，别墅周围缺乏合适的掩体，直接袭击的提案被否决了。警方紧急召集了一支专业的谈判小组来到现场。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谈判小组一直在电话中与马丁交谈。在谈判过程中，马丁要求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来带他离开。最终，因马丁使用的无线电电池没电了，警察与他失去了联系。随着僵持的时间越来越久，越来越多的警察赶到了现场。这一天也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警察行动。第2天，4月29日星期一上午，警方高层正在开会，决定下一步行动方案。不久后，人们看到别墅里冒出滚滚浓烟。上午8点25分，马丁从建筑物里跑了出来，他身上的衣服燃烧着。当警察冲上前去实施逮捕时，马丁撕下了身上的衣服，举手投降。当救护人员用药膏治疗他时，马丁惊恐地问他们用的是不是汽油。后来他被送往医院。讽刺的是，在这里许多被他伤害的受害者正在拼命挣扎。大火被扑灭后，在别墅内发现了更多的遗骸，死者包括别墅主人大卫·马丁和他的妻子莎莉·马丁，以及被锁在车上的男子格伦·皮尔斯。警方后来证实，皮尔斯是在谈判期间被谋杀的，而马丁是在抵达亚瑟港之前杀死的别墅夫妇。马丁·布莱恩特被当地人描述为一个安静的小伙子，有点独来独往。他在短短19个小时内杀害了35名无辜的生命，另有18人受伤。他也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疯狂杀手。马丁·布莱恩特从小就是不寻常的孩子，他的母亲卡琳经常对家人和朋友说，她很担心小马丁的脾气。为了照顾马丁，他的父亲莫里斯从码头工人的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休。马丁开始上学时，他古怪的行为使他与其他的孩子拉开了距离，直到上小学时，他才被发现智商低于平均水平，并被送进了特殊班。他曾经的老师记得，他完全孤立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事实上，他比同班的几个聋哑孩子还要孤僻，但马丁似乎更喜欢这样。当他不与人交流时，是他最快乐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冷漠。有一次，
他和女友在大浪中被困在小艇上。当这对情侣被渔民救起时，马丁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感情。当他得知父亲在大坝上投水自杀时，他也表现得非常淡然。当他被要求帮忙寻找父亲遗骸时，马丁似乎还乐在其中，丝毫没有因为父亲的死而感到伤心。据现场的一名救护人员说，马丁对父亲的死亡细节明显比警察知道的要多。最终，他的父亲在水坝底部被发现，他的喉咙被一条加重的潜水员腰带紧紧缠住，但警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当作自杀处理，因为他们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里发现了一封遗书和一笔现金。由于行为怪异，马丁经常受到欺负，有一次还差点被霸凌他的孩子淹死。随着年龄的增长，马丁的行为变得更加残忍和怪异。有一次，马丁和朋友一起潜水，在同伴浮出水面时，他用手上的长矛刺向了同伴的头部。离开学校后，马丁并没有找工作，因为他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可以领取养老金。但后来他接受了一份改变他一生的工作。海伦·哈维是一位富有的中年女性，她是彩票公司的继承人。她邀请马丁为她做杂工。从那时起，马丁就与哈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工作关系。哈维对马丁宠爱有加，经常带他去购物，有时一次就为他花费数千美元。哈维因编织奇特的生活故事和无畏地挥霍大量金钱而在当地闻名。曾经有一年，他每个月都会买一辆新车，但却从来不开这些汽车。珠宝也是哈维的爱好，但是他从不佩戴任何珠宝。最后，马丁搬进了他的豪宅，就在他父母家的拐角处。这栋房子就像一个动物园，里面和周围住着几十只狗、猫和鸟。有一次，豪宅因为卫生问题非常糟糕，被动物福利协会强迫清理了房子。清理结束后，仅从屋内就搬出来了7个装满垃圾的大型垃圾桶。最后，马丁和哈维一起搬到了乡下。搬到科平这个农村小镇后，马丁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当他因骚扰女学生而被赶下公交车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追着公交车辱骂司机。搬到新地方没多久，他的邻居开始抱怨马丁深夜在他们家附近徘徊。后来他被举报用步枪威胁邻居，并变得越来越迷恋枪支。一位家人的朋友记得，他经常拿着枪炫耀，并吹嘘说要向驻足的游客猛烈射击。尽管马丁的行为遭到无数抱怨，但他还是在哈维的陪伴下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哈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有人认为是马丁在哈维开车时拽方向盘造成的，而这正是马丁经常做的危险恶作剧。警方后来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洗清了他的嫌疑。至此，马丁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2个人都死了，他基本上只能靠自己。马丁被指认为哈维遗产的唯一受益人，现在他在霍巴特拥有一栋豪宅和50多万美元的现金，可以任意挥霍。哈维的葬礼之后，马丁搬回了霍巴特的房子，但他却变得焦虑不安。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他很快发现了海外旅行的快乐，并在3年内旅行了30次。在此期间，他几乎没有交到任何的朋友，唯一的社交只发生在飞机上坐在他身边的人，以及商店老板和咖啡馆老板。他与女性的关系也同样离奇。马丁不分年龄的接近任何女性，经常去评论女性的外表以及她奇怪的嗜好。大屠杀发生前的几个月里，马丁曾多次造访亚瑟港，在此期间，他买了一个新的运动包。卖给他运动包的店主记得，他在决定购买哪一个运动包之前，曾用尺子测量过好多个运动包。尽管许多心理学家认为马丁的行为源于冲动，但关于运动包的事情以及他在袭击前几周曾多次到访现场的事实表现，这起杀人案是事先计划好的。他冷酷准确地计算着每一步。马丁在警察的看守下慢慢康复，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们也开始接受这场悲剧。警方对屠杀过程的重建后估计，从马丁开始开枪到他离开历史遗迹，只用了8分钟。在短短的8分钟内，马丁杀害了11名塔斯马尼亚人、12名维多利亚人、1名南澳大利亚人、4名新南威尔士人、4名英国人、2名马来西亚人和1名东南亚人。在受伤人中，15人是澳大利亚人，另外2人分别是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后来，警方公布了马丁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从一家枪支经销商处购买并使用了多把军用武器。
这一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在一夜之间，大量市民致电报纸、电视台和脱口秀节目，要求重新评估澳大利亚的枪支法律。几天之内，许多政治家也表示支持，并开会讨论了一套新的全国枪支法，包括全面禁止所有半自动武器。在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月里，马丁接受了4次重要的心理检查，尽管有理论认为他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和一种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格障碍，导致不恰当的举止和行为，但马丁被宣布在法律上是清醒的，适合接受审判。在警方的一次问话中，当被问及他这样做的原因时，马丁面带微笑地说：“我真的很想帮你，但我不能。”审判于11月7日开始，听取了与屠杀有关的证据。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目击证人描述马丁在枪击事件中是一个狂笑的傻子。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马丁始终面带微笑，而且不止一次的开怀大笑。几天后，当陪审团做出有罪判决，并判处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时，他依然面带微笑。马丁目前仍然被关押在里斯顿监狱接受保护性监禁。接下来是谜题时间，你能解开谜题吗？所有人都知道富翁钱巴是一个出名的守财奴的儿女，也别想从他那里多取1分1毫。这天，钱巴被人发现死在家中，他的保险柜被打开，里边的钱全部被抢走。最令人惊讶的是，凶手杀人手段非常残忍，竟然将钱巴的肚子剖开，取走了他的胃。种种迹象表明，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抢劫案，不是仇杀。但凶手为什么如此残忍呢？警方实在猜不透凶手的动机。不过，其中一名聪明的警察却猜透了其中原因。钱巴被取走了胃，完全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你觉得凶手为什么取走他的胃呢？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答案会在下周5评论区公布。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的奇案，推荐观看左边的视频，点击小铃铛订阅，以免错过每周奇案。我是 Loki， 我们下期再见。